中东开战之后，比特币要震荡到年底吗 ？ETF 出现爆量流出，这波上涨会被终结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到比特币的日线图表，我们可以发现呢，比特币在还没有碰触到我们下降通道的上边界之前呢，我们就往下走了。其实我们离最严格的通道上边界呢，是还有一段距离要走的，那是还没有碰到，然后我们就往下走了。那这其实可以代表目前的走势呢，是比前面的要稍微弱势一点点，而且呢，我们也重回了震荡当中。那当前我们所在的位置啊，其实多头跟空头呢，就都相较之下都没有优势哦。那我们在前一段时间是多头稍微有优势一点，我们也可以发现呢，我们前面有一个双底，那这个双底它确实它突破了颈线哦，颈线就在我们前面一个小高点，对吧？有一个双底哦，可是我们在突破之后呢，我们很快就回来了，我们突破的距离呢只有一点点哦。那通常如果说是一个正确的突破，是一个可以被确认的突破的话哦，成功的突破，那通常我们在突破之后呢，我们就要直接打出一段距离，而且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直接打出一段距离，这才是正常的突破，一个成功的突破。那如果说我们突破了一点点，然后我们又回来，那很多时候呢是庄家在测试多头的流动性，想测试有多少多头愿意在突破双底之后呢，然后追进来。那这个时候等大家都追进来之后，力量依然不足，那么庄家他就会选择他本来就想走的这个方向，然后来把这些多头呢给全部清除掉。你可以发现呢，其实我们在这波的回调过程当中，它所出现的量能呢，非常的大，非常的大。其实我们在日线上，对不对？我们在这段下跌过程当中所产生的空头量能呢，比我们自从52400以来的上涨所产生的所有多头量能都要来得更多。那这就可以表示其实我们在整段的行情当中呢，多头是没有占到优势的，多头的量能是没有占到优势的。那很多人可能会说啦，那是由于消息面的影响但其实消息是影响不了趋势的。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有太多例子我们就举一个大家印象很深刻的。你还记不记得在这根 K 线的时候，当时币圈出了一个震撼弹的消息，就是赵长鹏被捕了。赵长鹏他是全世界第一大交易所的执行长，他被捕了。那这对币圈来说绝对是一个震撼弹，可是随后隔天我们行情又拉回去了，然后完全没有影响我们原本的多头。原本是什么趋势，它就是什么趋势。虽然说消息面它会对盘面呢造成这种短期的影响但是原本的趋势它该走的就是照走。就像我们在牛市当中呢，我们有面临了非常多的这种空头的消息，这种利空的消息，可是依然不影响我们整轮牛市继续往上走，对吧？那同样的，其实我们在中东的战争发生之前呢，我们这段上涨其实就已经走得很不健康了。它走的是非常不利落就是它走的整体的走势呢是非常没有力量的，它很难去成为一段上涨的起点这我们在前面的影片当中其实都有谈到，这在下跌之前就有跟大家有提醒过了。然后我认为我们昨天也是跌破了一个很关键的位置这个位置大概在这里在这里大概在63000左右。你可以看到我们前期都有互换嘛。那我们在下破之后呢，基本上我们就是确认了原本的假突破，把原本的假突破给确认下来了。其实通常呢，我们在一段健康的走势当中重要的阻力我们一旦突破了，我们都是不会再回来的。比如说3万破了，它能再随随便便回得去吗？没办法那当然我们6万的这个阻力如果有一天我们破了当然我的6万指的是我们在周线上的这个6万如果有一天我们把这个前高给破了，真正的破了，它绝对不可能再很轻易的回去的，它一定会直接脱离这个区间，并且它绝对不可能随随便便又再回去，除非我们原本的趋势结束了，然后又变成熊市。那我们看到这个行为呢，我们就可以确认其实我们目前的行情呢依然是在震荡当中也就是我们这段的上涨呢，跟我们前面这几段的上涨基本上是一样的它就是没有要脱离这整个区间，它就依然是在震荡行情当中好，那我们再把级别再切小一点点到4小时的话呢，你可以发现我们在前期是有一个区间的底部的，这个区间的底部呢，它也被
很完美的跌破了，我们可以确认它被跌破。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在昨天下破的时候，它放出了多大的量能，这样的量能是很难以被逆转的，相当难被逆转哦。那我们在上涨的过程它所产生的这种中继的下边界呢，在多头上涨过程的下边界，它是不可以再被跌破的。再被跌破的话，那我们原本的多头的趋势呢，就无法被确认下来。那一旦被跌破的话，其实这波多头基本上也就是告吹了。那我们还可以用其他的一些形态，我们来稍微归类一下比如说我们在前面有提到的通道，这个通道也很明确它就是破了，而且跌破之后呢，它才开始暴跌的。所以如果我们看的这个形态那我们在跌破的时候入场的话，我们是有机会掌握这波下跌的当然这波下跌它也不一定可以走出一波很深的这种趋势，它有可能就是断断续续的，那这种也不好把握。这就是在震荡当中的特征。那我们在往前看的话，可以发现我们在前期8月5号下跌之后的反弹呢，我们是在61000多这个位置获得了阻力，非常明确这个阻力的位置出现的非常明确。那我们现在呢也是已经下破了这个位置下破，而且原本的位置也变成阻力了那就表示我们这波下破呢其实是跌得很彻底。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加入我的 WSOT 战队。现在只要加入，你就可以获得$50的赠金，这真的非常非常优惠。你只要加入我的战队就可以获得$50的赠金了，一般时候都没有。而且呢，这个活动它只会持续2-3天就是加入战队就可以拿到$50的赠金，它只会持续2-3天，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战队。因为大家不要忘记我们基本上是在华语战队里面呢最有机会拿下前面名次的战队我们在上一次比赛我们是第1名嘛，然后之前的 WSOT 我们很多届都是在华语的至少都是第1、第2名所以很欢迎大家加进来加入我们的战队，你比较有机会可以瓜分奖金。那如果你还没有Bybit 账号的话呢，你可以 KYC 入金$100，就会送你$500的仓位，可以点击下方的链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以太坊的话，其实相对于比特币就走得很弱了，因为你要想比特币它是有把前面的这个高点给突破掉的，可是以太坊呢没有，它连这个高点都没有碰到，那可以表示它走的比比特币要来得更弱势，而且在整波下跌的过程呢，以太坊下跌的幅度也比比特币要来得更深那其实我们可以再仔细观察一下这个图表我们下跌的过程呢，我们有出现过几次的探底，目前探了2次了。那我们可以把它探底的实体部分所出现的这个位置呢，给画一下大概在这个区间其实说实话了，我们现在的价位对不对？离这个区间根本也不会差到太多，也没有差到太多那我认为，如果接下来走震荡的话，很有可能以太坊它是要再回来把这个位置给踩实或踩破，但至少我们是非常有机会可以再来把我们底部的这个位置呢给踩实的，大概在2200到2300左右这个踩实的几率极高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比特币现货 ETF 的状况吧。我们经历了连续2天巨量的流入过后呢，我们后继无力。其实我们在前面几支影片我们有提到如果说在一波上涨的过程呢，我们绝对需要 ETF 稳定的大量流入。那一旦我们流入被中断了，那很有可能我们最终的最高点就是出现在流入量最大的这一天就是9月27号。你看一下，我们9月27号的时候，我们是在什么样的位置大概是在这里大概就在这里大概就是我们的这个最高点就最高点，对吧也就是流入量最大的时候。如果我们后继无力，那我们就会产生这个最高点。那接下来我们要仔细观察我们这个流入流出的状况。当然，我们是没有办法再回到我们前面流入量这么大因为我们在10月1号呢，我们一天就流出了2.4亿了，这样的流出量也不算是小的数额了。其实我认为这样子的流出量呢，其实就把前面的上涨可以宣告是终结了。我们可以再来复盘一次这样的状况，我们前面就有提到了，那现在是这样的状况已经被应验出来了。我们如果需要一波多头的话，我们一定要有连续大量的流入，至少我们在 ETF 通过之后，我们只要有这种很值得把握的多头比如说我们从38000一直走到74000这一段，它一定是连续大量的流入的。那如果说我们只是在震荡的过程，对不对？突然出现了一根很大的流入量，那对不起，那就是阶段性的最高点。突然出现一根很大的流入量，
或者说有几根连续的流入，但是我们后继无力，那这个位置就是最高点。那你可以看这个位置呢，它也是阶段性的最高点。那我们现在呢，没问题哦，坐实了。我们其实在之前就有提到，9月27号流入量最大，对不对？如果说后继无力，那这里就会形成最高点，没问题。现在也是已经完成了哦，我们所说的状况也是被完成了。好，那如果你认为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